你20岁开始抽烟了？啊， 20岁就结婚就开始。大家好，我是阿树，我来到了云南普洱市南昌拉祜族自治县下面的与缅甸接壤的西南边陲景迈山。这是景迈山的第2集影片。在上集影片呢，咱们了解了景迈山布朗族与茶的历史故事，以及景迈山成功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在本集影片呢，我们将走进2个历史悠久的但迥然不同的景迈山的一个村寨，一个是布朗族的翁基古寨，一个是傣族的诺干古寨，了解村民以茶为生的生活与故事。如果你没有看过第1集，我推荐你先看第1集，再来看第2集。看过第1集呢，你可以更好的理解第2集的内容。炒烟，炒烟，您自己做的吗？自己做，自己弄，自己切。炒烟，对吗？我看一下。哦，你cái mò là phải nó cái thang cái lông lịch cái bài nó 您为什么不穿鞋子呀？我从来就不习惯了。不习惯穿鞋子。从来不穿了，忘了。吃饭了？吃早饭还是午饭呢？早饭哦。我不习惯米饭。啊？我习惯米。你喜欢米饭？啊。哦，那个是什么呢？芹菜。好，你慢慢吃啊。然后我们看到奶奶背后的一个大锅呢，就是做普洱茶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它是第3个环节，就是采茶青，然后萎凋以后呢，进行杀青的一个大锅。它的一个厚度很关键哦，因为它的温度要控制的刚好，这个茶叶炒出来会更香。晚上白天采茶叶，然后晚上就杀青。好。每家每户呢都有一个茶台，然后摆着很多的茶产品，古树红茶、古树白茶、景迈古茶，各式各样的。这位奶奶很热情啊。68了。您身体好不好？好哈。你平时还去采茶叶吗？对，เขาเจอ茶叶嘛。你是汤嘛金矿片。这是。这个是晒干的茶叶。古树茶吗？古树茶，红茶。红茶。古树红茶。看一下哈。头村古树红茶、古树秋茶2斤150元，然后还有古树秋茶、古树红茶，丹珠120元、100元，丹珠是23年的200元200克。还有花蜜1公斤230元。这边除了卖茶叶，我感觉卖蜂蜜也比较常见。这边是23年古树生茶，生茶是相对便宜的20元。奶奶家是翁基古寨，每个房屋呢它都有一个编号的，然后甚至有微信二维码，那么你可以扫码，然后去网购这么一些。这个仙人掌好大呀，像一棵这个乔木那么大。树龄有130年了。哇，叫龙骨霸王花。特别大。哎呦，可以介绍一下你家的茶叶吗？
我学习一下主要的树的品种是什么呢？古茶树、丹珠还有小树。丹珠也有，古树也有，啊，小树也有。它哪个价格是最贵的？丹珠更贵，丹珠它的树龄有多少年？有600年。像古树呢？古树树200年以上。200年以上。然后像小树30-40年。对，30-40年。像这个丹珠的一个生茶，它大概单价多少呢？1公斤？1公斤2400。2400。那像这个古树呢？古树1000左右。1000左右。看品质哈，看树种。这蜂蜜是自己采的吗？还是自己养的？就放到茶林里面养。野生的吗？百花蜜。百花蜜。做几个风筒就到山里面放。那又是一般放一个风筒的话，多久能够采蜜呢？1年可以采2次。1年采2次啊？可以跟茶叶一样，春季秋季。我刚说我从西双版纳过来的，然后这个建筑呢跟西双版纳的傣族民居是比较相似啊。这美女告诉我，这个布朗族呢，它的屋顶上呢，它的一个造型是1芽2叶，象征着这里的一个茶叶嘛。而像傣民居呢，它是以牛角作为屋顶的一个装饰的。感觉游客挺少的。在村中心这里，这些应该就是揉捻过后的茶叶，进行晾晒晒干。还有小卖部呢，小卖部还能买到各式各样的饮料。消防水缸，家家防火，户户平安。消防太重要了，很多房屋是这种木结构的一个房屋。那个挂在屋上的叫皂角，它是起装饰的作用啊。这个属于是生茶还是熟茶？生茶。生茶，它是什么茶树呢？古树茶哈。现在是属于是晾晒的环节，最后一个环节是吧？挑选已经晾晒晾干了。晾干已经挑选。像您家的这个茶树的话，有多少亩呀？40多亩哈。所以你们做成生茶以后，会拿到给工厂去做发酵，做成熟茶吗？是吧？是不是熟茶它比生茶价格要高一点？便宜的也有，那是要看料嘛。看料。料好一点的就贵，料便宜的就便宜。我学习一下茶知识。像主要的茶树，它的名称有吗？比如说像小树、丹珠、古树这样分着，我们是这个。这个茶看上去那个茶叶，它也好喝，混在一起就是不好看。这个1芽4叶采摘的时候就已经老了，然后揉了它就不会结油。我听说是1芽2叶，1芽3叶。2叶那个是月光白。月光白的它采摘的这个比较准一点，然后这个生普的话它采的时候不标准。1芽2叶的话，采摘的时候那个费工一点，一天也采不了多少。比较费时间。对。像这个生茶的话，卖1公斤要多少钱呢？800啊。我早上我了解到有一些它根据树的茶种的品种的不一样，它就价格也不一样。有一些300，有一些500，有一些800。品种古树嘛。古树哈，然后300那些通常是什么呢？那个是小树。小树，那个是年才30年左右吧。30年哈。古茶树的话，我了解到，有几百年了，还有上千年了，是吗？当猪嘛，那个是。美女，怎么这么好笑嘛？
很多妇女呢都是在挑选这个茶叶，因为可能自家的一个茶叶已经采收完了。你好。chỉ lo lão nó đang bảo có thử rồi anh ấy còn đang bảo còn các anh ta các em bảo ai có là在过去呢，有过一段时间，这个景迈山是不给自驾进来的，自驾进来要收120块钱。后来这个反对的声音很大，又取消了，又恢复了，就是游客可以自驾来到村寨里面，然后呢也不要门票。这是烤奶茶，牛奶跟茶叶，15元一杯。看一下村里面的生活食品商店。方便面、饮料、饼干，一应俱全。玫瑰啊。哦，这个是玫瑰花瓣。还有茶花。糖要一杯。啊，要少放一点糖啊。然后倒入牛奶，欧亚纯牛奶。奶茶，ข้าว奶啊。อันนี้ตลาดไหนมันก็ฝุ่นนะอันนี้ตลาดนี้แล้ว要了。多少钱15一杯。哦要一杯啊。要一杯。哎，那也蛮。我说这个我肚子不是很舒服，我怕喝了这个奶茶拉肚子。奶奶说没事的，喝了肚子会好好的。哦，谢谢。哦，热乎乎的，往后余生，有你有我。来，闻着很香。我们不让抽烟、喝茶、喝酒，还盐巴、辣子，有病。哦，盐巴辣子，没有病啊。喝茶、抽烟。里面加了茶花，还有玫瑰花瓣，以及一点点盐。这就是很原生态的，因为那些加了各种香精的，它会显得这个奶茶很香哈。像这个的话，它奶的味道跟茶的味道都比较淡。哦，这个是茶叶。我要烤一下的。烤好的。烤好的。烤好的加了糖的一个茶。我跟大姐说茶味有点淡，然后她给我多加了一点茶。来苹果给俺们弄吧。那个不得嘛，是龙骨茶茶嘞。咱们给你了。像新加入进去的这个红茶的烤茶呢，是可以直接吃的。把这个奶茶喝下去以后呢，再咀嚼它的这个烤茶。刚才呢，从这条路上骑了摩托车回来的村民呢，他这个背上挎着麻袋哈，那就是他们早上去采茶，然后采回来了，采回来以后呢，进行尾雕，晚上进行杀青，然后揉捻晒干，把老叶子挑出来，然后老叶子就不要了吗？要还是要的，它不卖，然后就是另外一个价格。哦。你要喝吗？我泡给你喝。我刚喝了一杯奶茶。挑黄片。挑黄片。对。是哪个黄呢？黄色的黄。哦。就是那个片的片。啊，挑黄片。就是把这个老的叶子挑出来。对。因为你不挑出来，影响它的外观不好看。啊，品相不好看啊。对，它最早传统的话，其实是这个黄片，你不挑黄片的话，它茶叶其实是更好喝的。这样为了口感更丰富。对。现在是为了满足消费者这个对于外观的一个美观这些。没办法。哦，它是红茶是没有经过杀青的话，它少了那个就苦涩的味道。对的。
但是呢，如果说经过杀青的生茶呢，它的可能就是有一点苦涩的味道，但是它的回甘会更浓，是吧？对。啊，但是女性基本上都爱喝红茶。因为它没有这个涩味，它的口感更加绵油哈。对的，男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大气的。生茶是苦味较重的哈。对。啊。我们说就跟那个喝咖啡一样，提神、减肥。所以说以后你看见的人，你就建议他喝这个减肥。哦，这个生茶能减肥？可以啊。我就减肥了。是吗？对。哦，你是通过喝生茶减的肥？对。您减了多少斤呀？以前我是92斤的，现在只有88斤了。它其实每个茶叶，不管是任何熟茶、红茶，其实如果你空腹喝了，它都会对身体有一种那个不好嘛。所以说我们不能空腹喝就可以了，还是要先吃点东西再去喝。嗯。这是野生的蜂蜜啊。是自己用风筒。对。把风筒放在茶树里是吗？啊。放在山上嘛，山里面，大山里面，1年采两。一般一次能采多少公斤呢？一个风筒？这个应该10多斤的。10多斤啊。这个也是1桶，公斤的话是260。260一公斤哈，130一斤。这就是风筒了。10万大山呀！这么一个类似于阳台的地方，它是用竹编做的，而且踩上去咯吱作响的，但是他们是说很稳的。我看他们有一些专业的，他们是用那个分离机的，就把这个放进去，它就分离，它就搅拌以后，它旋转以后，它就那样沥的话不太好。它有缝额嘛，里面有缝额的话，你沥出来它会有酸味。你这样晒太阳，它就没有酸味。纯净一点。是，给它晒太阳慢慢出来。然后那个蜂渣是用来做什么呢？蜂渣不要了。不要了。它沥干了就没什么用了。没用了哈，我还以前老人他们会做。他们就用来做什么的？他们就做蜡烛嘛，蜡烛。以前老人都是这样做。年轻一代就不会做了。这里是翁基了，可以理解成新寨了。它老寨是刚才逛的，新寨就是沿着老寨的南端去绵延的一个寨子。像这种竹子做结构的阳台好像挺多见的，视野都很好。景迈山，这里好像我看资料显示是有1.8万亩的一个面积，100多万株茶树。不知不觉就逛了2个多小时了吧，备案的已经中午11点了。熟茶、生茶、白茶、红茶、虫屎茶、螃蟹脚、野生蜂蜜。奶奶你好。来喝茶。
喝过了啊。相信咱们都听说过著名的普洱茶，那么景迈山正是普洱茶最重要的产地。如今整个景迈山拥有约2.8万亩连片古茶林，分布着上百万株古茶树，很多树林呢在300年以上，部分甚至超过1000年。在走访景迈山的少数民族村寨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这里茶呢严格来说不是种出来的，而是森林里长出来的。当地的布朗族跟傣族先民呢，并没有砍掉森林开辟茶园，而是保留了高大的乔木，在林下种植茶树，形成了独特的林茶草立体生态系统。乔木呢遮阴可以降低直射光，让茶叶内含物积累的更慢更厚，落叶自然腐殖成肥，不依赖化肥，丰富的生物链又天然抑制虫草害。而且景迈山又拥有很好的种植茶叶的一个条件，比如海拔1400多米，年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接近1800毫米，常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这正是云南大叶种茶最理想的生长条件。所以在我们这边和门岛就去到的那个诺干还有景迈大街，真的顶是不一样的，但是全省市的也一样。这是村民早上采回来的一些茶叶，然后呢，进行萎凋的一个过程。萎凋的过程呢，就是让它茶叶的水分呢烘干，这样子它就停止发酵了。它萎凋以后呢，就进行杀青。你好。我在这个翁基寨逛了有2-3个小时了，我感觉虽然它成为了世界遗产，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遗产，那么但是它的村民呢，我感觉还是保留了它这个山区村寨村民的那种淳朴吧。你跟每一家每一户的人聊天呢，他们没有一个不会说进来喝茶嘛，这个是每一家都会说的，这个茶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了。而且呢，每家都有很完备的制茶的这些工具，因为我看每家这个摆放了这个炒锅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工具包括每家每户都有卖茶的一个摊位。我眼前呢就是翁基寨的寨星，每个寨它的寨星是不一样的。寨星呢通常是位于一个村寨的中心的位置，而且呢它有村寨的一个保护神的这么一个象征作用，而且呢他们信仰就是说，这个寨星不倒的话呢，这个村寨永远是散不开的，永远是非常牢固的。景迈山翁基微型消防站，在消防的这种元素的存在在这个翁基寨我感觉还是凸显得很重要的。以上就是翁基村的所有内容，感谢收看，我们继续探索下一个更精彩的村寨。现在下午1点钟了，还没吃东西呢。刚才翁基村没太看到哪里有吃东西的，现在身体有点发软。在这里骑摩托车呢，感觉挺舒服的，因为这个路还挺宽的，而且呢没什么车辆，像是在森林里面探险的感觉。但是要开得很慢，因为它转角处的车可能是开得很快的，特别是这个地方本地人，他越年轻呢，开摩托车就开得越飞快。布朗公主古树茶，大概从翁基出来骑了3-4公里吧，从翁基到诺干村寨呢，大概有9公里左右。采茶叶回来的茶农，生态茶，我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这一片风景还挺好的，很丰富的这个颜色的层次近处是这个翠绿的，远处呢是带蓝色的，层峦起伏的这个。像刚才去的翁基是一个布朗族村寨，你像诺干呢跟班改都是傣族村寨，这2个村寨呢，
都去看一下。这些茶树呢，大多是依山而种的，绵延在山坡上。我在这里看到一种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这树上掉下来的，道路上很多，方圆感觉2-3公里都没人，真正的隐没于大自然之中，一个避世的好去处。在距离若干古寨还有3公里的左右呢，我在路上看到一些村民在采摘茶叶，我们下去看一下。这些小树它的树龄大概有多少年呢？40-50年吧。40-50年啊。对。啊。就是采这个茶叶有什么技巧吗？比如说1芽2叶、1芽3叶。它这个看了那个茶叶采的吧啊，有1芽2叶的有，1芽3叶有。嗯。你看这是2芽3叶吧啊。啊。1芽3叶。1芽3叶啊。对。会不会有1芽4叶啊？这个就1芽4叶。这是1芽4叶吧？哦。你好。这些村民呢是惠民镇的，他们是属于拉祜族，然后是过来帮老板打工的。他们也不是傣族，也不是布朗族。通常呢，一个村民采那么一天能采40斤的一个茶叶。阿姨刚装了一碗饭，然后小朋友2分钟吃完了，又叫阿姨回去盛饭。大姐，您采茶叶多久了？2年。啊。你看这个。哦，它是架了一个木桩在这里，然后呢，踩到木桩上。谢谢脚脚去。这个合不合格？这个合格吗？刚才那位大哥告诉我，多劳多得，根据你采收的茶叶的重量来算钱的。那么你采1斤的一个茶叶的话呢，6块钱的工钱。那么大多数你采得快的话呢，有经验的话呢，你1天能采40-50斤。然后呢，你采得少的话，可能20-30斤这样子。现在应该是到了若干古寨的村口的位置了。我小卖部买了个方便面，然后现在是快2点了，吃个午饭。好咸呀，可能水放少了。最近喝这个挺多的，茉莉蜜茶。感觉是刚才吃方便面的时候被蜜蜂蛰了一下，这个地方真的很痛，有一个小孔很痛。到若干老寨了，村口这里有一个停车场吧。在田野里面盖了一个大棚，里面是晾晒茶叶的。这个村寨比翁基要偏远的多，所以我感觉，还挺安静的。若干老寨，卫生间藏在大山沟谷里面的。村子是长这样的，然后再看一下你们村口。那边是新镇。哪个是你家？不知道了。猜一猜。
这个小巷子哦，感觉很幽深的感觉，曲径通幽。摩托车，它还有一些这个小路通向主路的。也是消防，中国消防救援。他们屋顶的那个地方，它的一个图案是牛角的，而布朗族是一牙两叶的一个造型。这就是寨心，也是这个村的一个中心文化广场之类的，有一些寨心蒸糯米、烤五花肉，一些小吃了。哦，知道的话我就不吃那个方便面了，我不知道这边吃的东西还挺多的。先看一下这个寨心。跟瓮鸡的也不一样，它这里建筑的一个钢廊，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寓意啊。上面有很多这个糯米饭，就是村民祭祀的。哦，这个看着卖相很好看。这个糯米饭多少钱呢？这是30块钱一个。哦，有前肠、肉肠、烤肉、五花肉、瘦肉。哦，就是还挺丰富的啊。还有生菜、蘸水。哦，重样都有，好多的东西，看不到就可以了。吃饱的话。这个是烤五花肉。这边有这个不同年份的普洱茶、生普、熟普、白茶，古树茶。感觉瓮鸡跟糯干还是有一点差异的。这边给我感觉这个做餐饮的，这个氛围挺浓的，不担心没得吃。像瓮鸡的话呢，主要就是卖茶叶，没有这么多的一个餐饮服务啊。这还有咖啡，哈。景迈山古树茶，皂角装饰。識人，不識人哈。นั่งผ้านี้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มาแข็งเข้ามาเขาจะปีกีฬาปีเขานั่งใจกันเขาจะปีเขาจะปีเขาจะกินของเข้ามาของหม้อนี้我刚刚点看呢。刚刚新鲜采收回来的古树茶。对。这个古树大概树龄有多少年呢？有100-200年，也有700-800年。现在是属于是尾雕哈。对，尾雕。这个是想要做生茶还是熟茶呢？晚上要炒啊。对，要做熟茶，前提要先把它炒。有一些我看有一些村民他直接做生茶哈，他卖的是生茶，他没有去发酵成熟茶哈。对。你家是主要做生茶还是熟茶呢？生茶、生茶、红茶都有。现在生茶的话，这个古树茶的话多少钱1公斤呢？这个100多。100多啊。对。去做嘛。
嗯，好。一般是要萎凋多少个小时就可以杀青了呢？有没有讲究5-6个小时。 5-6个小时啊。那现在2点的话呢，大概晚上7-8点就杀青了。对。啊。古树茶呢是进行萎凋的一个过程，它是在这个。你是哪里的？我是广西的。在兴佛寺，这些都是这边村寨一定会有的。进去这要脱鞋进去的，不用钱，直接没进去。嗯。脱鞋要进去啊。嗯。我刚刚真的洗骨了，删了头发，对，头发还是头发。景迈山傣族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每个村寨均建有佛寺，是村民举办佛教仪式和重大节庆活动的场所。跟西双版纳的一个傣族村寨是一样的，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可能亭子可以看到屋檐的造型呢，是一个牛角的造型。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好了，下集呢，我们将继续探索景迈山，更深入的去了解这里的人、茶，还有大山的故事。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